皇后、梁王、韩德让，你们3个人留下，其他人先退下吧。臣遵旨。文殊奴，父皇，文殊奴，将来你就是大辽之主了，怕吗？不怕。有2件事，你要刻骨铭心地记住。第一，将来若是想成为1代圣君，要记住一句话哦：大学之道，在兵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治于至善。第二，韩德让是你父皇和母后此生最信任的人，你尊重他，要像尊重父皇一样。从今往后，对他以诚相待，绝不可以辜负半分。记住了吗？是，孩儿记住了。父皇相信你一定能成为1代圣君。去吧。是。明夜，好了，别哭了。你不让我哭，我就不哭了。我认识的妍妍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韩四哥，韩四哥。我在。我曾经为了一己私欲，强行把妍妍留在身边，是我辜负了你们，但你们从来就没有辜负过我。大辽能有今天，
我得谢谢你们。明义，当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今后我定会尽心辅佐少主，还有皇后。龙须年幼，皇后心寡。虽然一系列的困难已经被解决了，但是大辽的未来还有重重阻难。我想将燕燕和孩子托付于你。你放心，日后我定会保护皇后，还有少主。燕燕，此生我欠你的太多了。等我走了之后，我希望你能一切从心。乾亨4年，辽景宗耶律贤病死于云州焦山，终年35岁。同年，梁王耶律隆绪即位，改元统和，庙号辽圣宗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夫人，你管了我一辈子，如今终于可以歇歇了。韩光色，你不能走，我这辈子还没管够呢。夫人，我这辈子有你相伴，足矣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会没事的。老爷，夫人，主上在焦山病天了。夫人，老爷，我走后，等德让恢复，再告诉他，他有诸多事情要做，不能让他分心。我知道。主上，老臣遭封明君，此生追随无怨无悔，仍愿与主上回头相伴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要走。
大行皇帝遗诏，梁王即帝位，皇后辅政。慢着！皇后，大清皇帝既然已经去了，还请节哀。不过，这即位登基之事，恐怕还需再议上一议。咱们大辽从来没有过幼主继位的先例，自太祖皇帝开始，传位总是传给年长的亲王的。蜀王是主上的叔父，大清皇帝一向对蜀王恩重有加，他尸骨未寒，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恩情的吗？本王正是因为敬重先帝，才在此将祖上的规矩说上一说。皇帝之位应该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做，梁王太小，他做不了。其他诸王呢？还有谁不服的？臣等恭迎新君登基。臣等恭迎新君登基。臣等恭迎新君登基。吾主万岁，太后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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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说，南朝君主会有异动？他当然会。高梁河之战之后，他们做梦都想扳回这个面子。可他们就算有所行动，怎么也得1年半载之后。而如今，最重要的不是外忧，而是内患。禀太后，刚刚韩府来报，说是韩匡嗣韩大人归天了。怎会如此突然？韩大人与主上
君臣同归。你父亲大人对大兴皇帝的忠诚，无人能比。胡烈，药师奴真可爱，我真是看不够他。是啊，别说是娘娘了，就是奴才看到小皇子也喜欢得不得了。你看这小胳膊小腿，跟莲藕似的，一节一节的。再说呀，现在孩子长得快，这见风就长，一天一个模样。娘娘，您真该多看看。真想一眨眼就看见药师奴长大的样子，10岁、20岁。娘娘自然会看到的。胡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去喊乳娘，让她来把药师奴抱走。我想一个人亲一亲。娘娘，你这……去吧。薄爱妃，娘娘，娘娘，太后，对不起，我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。主上去了，我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。我不忍他独自一人走在路上，我要过去陪他了。最对不起的，就是我的药师奴。我不是个好母亲，我爱他的父亲，比爱他更多。我没有爱他和抚养他的力气了。太后，你是一个有力量的母亲，药师奴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我想，主上也会放心的。对不起，我走了，我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你会比我更好的抚育和爱护这个孩子。你的恩情，玉箫只好来世再报了。参见太后，参见主上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王叔如今儿孙满堂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可惜臣早年被穆宗拘禁，朝不保夕，生活困顿，子孙受此牵连，多不成才啊。那个时候确实人人自危，现如今都好了，谁都不想再回到那个时候。打从太宗皇帝到先皇，每一次的朝局动荡，都是一次大辽的内耗。其实这又何必呢？投生到耶律家，本就是龙孙凤子，何必为了再进一步而丢了性命？回想当年，先帝刚刚继位，坚持以仁德施政，诸王被释放，重得王位，总好过被穆宗拘禁的时候啊。其实，先帝的仁政德治，是希望大辽少一些内耗，才能凝聚更多的力量，发展国力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朕看着你这些个儿孙，个个有模有样，不如招入宫中，来陪主上读书如何？
只是他们几个愚钝无能，恐怕不堪重用啊。怎么会呢？他们的血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。多来宫中走走，多与主上熟悉熟悉，将来君臣之间也好说话。是呀，王叔祖，你就不要再拒绝母后了。是主上。谢太后。朕还盼着你们，将来好好帮衬主上呢。都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大王，太后和主上对咱们家施了这么多的恩德，那件事我看就算了吧。我已是老朽，争来争去，还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？就是为了子孙后代，咱们才不应该去争啊。这件事现在能不能成，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。就算是成了，吴王、平王他们能拱手相让这个皇位吗？就算以后真的赢了，之后又该让谁继位啊？老大虽居长，老二却心思缜密，老三呢又是最要强的。你说若是他们争起来，我们这都苦了一辈子了，临老了，你还要我看着他们自相残杀吗？哎，你别哭啊，这个事儿还没个影呢，你哭什么哭啊？真若是没影的事儿，那你这是在折腾什么呀？孩子自小就被囚禁了起来，到了先帝继位才有了舒心的日子。其实太后说的也没错，你有辈分在，只要皇位的传承不乱，咱们家就少不了富贵。若真的乱了，让几位王兄得了便宜，恐怕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胸，容得下我们王府。妇人之见。哎，好，就当我没说。不过，你说的也没错，现在的确时机未到。契丹以鞍马为家，重置尚武。习世君待天子之进兵，一选天下精锐，置诸爪牙。今选诸部豪健，置为复兴部。
道精锐，尽在皮氏军中。我王府的那些府兵，全然不是对手。那么接下来就该赵王妃了。怎么，太后犹豫了？我怕我说服不了我二姐，她这个人的性子，向来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要不，我们请皇太妃？我得再想想，得让她可以坐下来跟我聊。若是想让赵王妃心甘情愿地坐下来与你聊，除非我们还能够将刘礼寿还有赵王活着带来见他才行啊。或许李胡宜熙一直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他，包括吸引留下的宫位。这三王都是些缩头乌龟，被人这么一吓唬，就全都放弃了。蜀王他们年纪都大了，又有些功名富贵在身，再加上太后恩威并施，自然不愿意冒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后如今让主上称韩德让为相父，又对韩德让言听计从的，已经激怒了宗室重臣。咱们可以请这位出马了。你是指耶律虎骨？他本来就是先帝的死忠，怎么会看着韩德让独揽大权呢？只要我再去劝说一番，定能让他们结怨更深。什么事？王妃，皇太妃来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依兰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她和我一样，丧夫丧子。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说说话，大姐也要管吗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怨气难消吗？大姐，你来了这么多次，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你没说腻，我都听腻了。你就这么向着燕燕吗？燕燕如今是皇太后，儿女成群，我还帮她说什么话？我只是担心你而已。你若是一直这样放不下，难挨的还不是你自己。大姐，回你的可敦城去吧。上京的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乌古里，你走吧。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燕燕更不是那个需要你照拂的小妹妹了。不要这么说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你们都是我的妹妹。早在咱们姐妹三人嫁给太祖系三支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。大姐，难道你就真的放得下眼萨格的死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后悔过吗？燕燕的心比起你，我都硬得多了。老夫任涿州刺史以来，久未再上京。这刚一回京，没想到第一个来拜访的
竟是纪王妃你呀！正因为大人久不在上京，这宗室之中缺少了一位老成持重者掌舵，才叫太后偏听偏信的韩德让。不但身居南院枢密使，还加开辅仪同三司，兼正侍令，更任宫中总宿卫士。我听说，你们下去吧。我听说，他现在竟让主上称他为相父。这一个帐下奴做了我们契丹主上的相父，宗室之内竟无一人反对。相父一事可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宫内人人都知道。太后过分了，她倚重韩德让，也由着他，怎么能让主上认韩德让为父呢？韩德让他配吗？韩德让从前便跟太后有私情，如今太后怕是被他控制住了。细想起来，这韩家父子只怕早有布局。从辅佐先帝登基到太后入宫，都是一场他们谋划多年的大阴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步步地剪除耶律家的英才，好为他们韩家铺路呢。你是说，你看，韩德让兄弟几人，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，手握重兵？而太祖系呢，除了仁皇王一脉之外，全都绝嗣了。先是太平王，然后是纪王，接着是赵王，把最有可能继位的壮年亲王一一杀死，只剩主上和太后孤儿寡母，便更好操控了。赵王妃这么一说，确实太巧了。还有，咱们大辽这些年来一直试选得官，执行得好好的，可他却偏偏要搞什么科举考试，这也考了几届了，哪一次咱们契丹郎君得了官呢？得官的不都是他选中的那些外族人？依我看，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呢。果真如此，韩德让便不能留。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放开我！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过来！小的参见摩鲁古郎君，把这些奴仆都给我带走。郎君饶命！太后颁布过诏令，说我们都可以入籍州县，不用再做公丈奴。是啊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做公丈奴吗？什么？入籍州县？入籍州县？那是给先帝面子，才任由你们这些小民胡闹。如今先帝去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得按我们契丹人的老规矩来。你们还当真了？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虎骨大人，你竟公然蔑视大辽律法，将本已入籍州县的奴仆重新又抓了回来。现如今，州县的坛章已然上奏，你如何处理？人不是我抓回来的，这些人在外面过得饥寒交迫，主动要求回到我的帐下。毕竟他们曾经是我的奴仆，我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，才收留了他们。他们可并非是主动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可是苦苦地哀求着你放过他们。他们可都是自愿的，你若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审问。再说，我遵循的可都是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。依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，你本该回家牧马放羊，而非在这儿胡作非为。
胡作非为。我耶律虎骨是什么样的人，世宗皇帝知道，大行皇帝也知道。你，不配。岂有此理！赵王府那边传旨过去了吗？是。二姐怕是余怒未消。倘若他跟我之间起了什么争执，你拦着别叫别人看见，省得旁人说他对太后不敬。是，奴婢知道。二姐，没想到你会亲自出府迎接。太后来了，我哪敢不出迎啊？太后请吧。二姐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怎么样？不怪又怎么样？西隐终究还是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西隐临走的时候说，他很后悔，就是因为他的野心和不甘，害了我一生，害了刘礼寿。他要是能够早点明白，又何至于此了？是啊，人之将死才明白，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二姐，是我没有保住西。我知道，大姐告诉我了，是先皇下的旨。怪，只能怪我命不好，好不容易看中一个男人，偏偏卷入了权力的争斗中。二姐，太后，请。没想到，你们这儿还供着太祖和淑律太后的玉容。这些东西都是太祖和淑律太后当年用过的。李湖本是守造子，按照草原的规矩，
留在父母身边的守造子，才应该是继承家业的人。或许这就是李胡父子这一生会对皇位如此执着的原因。淑律太后当年答应过李胡，要让他接管大辽。淑律太后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朕来帮她做吧。双国，宣旨。是。赵王妃接旨。臣妾接旨。主上有旨，李胡乃太祖第3子，太宗时立为皇太帝，穆宗时因受谋逆牵连，死于冤狱。今国泰民安，追思先人，恩泽亲族，着追封李胡为清顺皇帝，以为太祖、太宗在天之灵，钦此。臣妾谢过无主，万岁。没想到你会这么做。自从太祖病天之后，就因为淑律太后的自私，使得他3个儿子仁皇王、太宗和李胡这3支的子孙陷入了无穷无尽的争斗之中。这么多年来，为此牺牲了不少人，这一切也应该结束了。朕这么做是为了安抚亡灵，也希望生者可以平息心中的不甘。你如今是太后了，想怎样做，自然都可以。你并不满意？我要这道追封皇帝的圣旨做什么？不过我想，喜颖和父王会满意的。二姐能这么想，我便心安了。我还有政务，先回宫了。待你心情好了，多和大姐来宫里走走，我们姐妹也好多聚聚。恭送太后。一道所谓的追封懿旨，就想让我们李胡这一脉尽弃前嫌吗？做梦！参见太后。你有事找我？禀太后，近来以虎骨为首的宗室以及部族长不断在阻碍我们的新政实施，甚至将此前我们放归州县的奴仆又重新抓了回来。依臣看，他们根本不认同我们南辽之间互牧的方向。必须把他们这股势头给压下去，要不然我们过去几年的努力全都会白费。这些部族长都是有样学样，虎骨是怎么做的，他们就会怎么做。依我看，不如给夷里锦那一支重新换个领头之人。协枕的祖父是荷鲁大于越，当年为大辽开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只是荷鲁大于越走得早，而协枕当时年纪太小，就由乌质大王做主，让虎骨来掌事。但其实他们那一支真正的掌事人，应该是协枕才对。协枕年纪虽幼，可无论谋略还是军功，都在他虎骨之上。依臣看，我们可以慢慢培养他，待他有朝一日取代虎骨，就让他虎骨回他们部族，
放羊去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做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追封了李胡为清顺皇帝，希望此举可以化解掉乌古里心中的执念。乌古里是如何反应的？他接下了圣旨，态度也缓和了不少。我想，他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当真认为乌古里会对你放下芥蒂吗？他应该只是一时解不开心中的执念而已。但我俩毕竟是亲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相信他迟早会放下心中的芥蒂。公子，注意赵王妃的动向。是。夕夜，父王被封为皇帝了，你高不高兴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为父王抱怨，认为他被人夺了皇位。如今，父王是皇帝了，他的遗愿，我们终于还是帮他实现了的。为了这个无实的虚名，竟然落得你们枉死！地下很冷吧？等着我，等我问这些虚情假意的人讨一些债。我就会来陪你们了。老兄，哎呀，你说你，好好的干嘛非得和太后拧着来啊？我那是和太后拧着来吗？我是不愿意按照韩德让的规矩来。契丹的男人还没有死绝，大辽的江山，凭什么让一个男人来治理？你得罪韩德让，那比得罪太后还狠呐！谢珍，我可告诉你。你我都是以礼锦衣房的人，就应该做大辽的顶梁柱。错的事情，绝对不能服从。尤其是你，是荷鲁大于越的子孙，就更应该有这个责任。韩家那些人心机太深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别人骑在头上了。对了，休哥达林。这些人是本族的叛徒，你以后少和他们来往。哎呀，得啊！你也想太多了，别把自己的喜恶强加于人。当年阿保机被其他七部逼迫的时候，那还不是靠着握有南城才得以翻身，成为开国皇帝的。我说你啊，要是有本事教育人，就去收拾他们。要没那个本事，就该吃吃该喝喝。大把年纪了，何必给人当枪使？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呢，家人有约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家人有约？你不会是去南城找姑娘吧？人家是正经的后族姑娘，萧桃谷的女儿。
就是太后身边的那个姑娘。啊，对啊。哎，你也认识我们家海兰？也对，她就像是那夜里发了光的夜明珠一样。这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定是韩德让给你布下的美人计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赶快离开那小海兰，越远越好。哎，虎骨啊，你已经老了，我们年轻人的事儿你不懂。走了。哎，贤侄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，800里加急！800里军报！太后，此次南朝来势汹汹，幽云16州不保啊！是啊，干脆把幽云16州还给他们算了，也省得连年征战。放弃也不失为良策。历年来两军交锋，我大辽殊多胜少。眼下南朝以倾国之力来犯，依我看，暂避锋芒为上啊。按你们的意思，此次南朝攻伐幽云16州，我们需避其锋芒。那若下次南朝直接上大草原攻伐，我们又要躲去哪里呢？太后多虑了，南朝惦念的是幽云16州，不是草原。诸王所言谬矣，人皆有贪婪之心。若是我们如此轻易地让出幽云，如何保证南朝不会对草原产生野心？更何况，我大辽坐拥100万雄兵，若是不战而退，那岂不是成了当世的笑柄？我们这是无奈之举。如今南朝倾国而攻，主上新帝又年幼，你说，谁能领军南下？再说，南主年迈，膝下成年皇子众多，再过几年南主薨逝，地下自然乱成一片。我们今日让出的幽云，几年后便可趁乱夺回。荒谬！岂可将大辽的国运寄托在南朝的内乱之上？吴王恐怕想得也太天真了。若是太祖太宗得以复生，今日听到你们这般不孝之言，定会被你们活活气死。就是，韩德让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不过是我耶律家的家奴。够了！当朝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幽云16州，乃是太宗之心血，如今早已成为大辽的基石。谁人再敢提放弃，朕定杀不赦！外敌入侵，大辽上下自当君臣一心，同仇敌忾。各部族整顿兵马，同朕和主上南下御敌。臣等遵旨。都说冬天衣服好难搭配，大姐有办法。试试西装配尖头短靴，超帅的。再叠穿一件羊毛大衣，又变回优雅知性。外面买1件的钱，在唯品会能买1整套。品牌特卖就是超值，上唯品会搜烟云台，买我的同款吧。这西金府还有大同府的粮饷，5月之前得送达幽州。可西金府和大同府没有这么大的运力啊。我们可以雇佣商贩，损耗不计，以最终送达幽州的粮饷来发以盐条。这个主意好。太后，内阁有急报，
党项李继迁来投。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，李继迁只身投来，我们是否有必要出手相助？今日召各位前来，就是想商讨此事。臣以为，在刘继元弑国之后，我朝与南朝之间便没有了缓冲。如若有任何矛盾，便会形成直接的冲突。臣以为，当扶植党项，这样，我朝与南朝之间便有了一个缓冲区。李继迁若是能在银夏五州立足，倒是能为我们分担不少压力。可如今他已经失了银夏五州，孤身来投，究竟还有什么价值？如今朝中的一些议论也不无道理，他们都怕再出第二个刘汉刘继元，又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刘继元生于宫闱之内，长于妇人之手，自然性格软弱；而李继迁自幼就长在马背之上，12岁封为管内都知藩落使，叛南自立10余载，屡败屡战。如今他的妻子和族人被南朝扣押，逼他投降。李继迁不但不服，反而前来我大辽求援，足见此人性格刚烈，值得扶植啊。南使那边怎么说？南使威胁我们，说如果我们不放人，便派兵攻打我们。哼，他们真是把朕当成是市井妇人来吓唬呢。倘若我们真把李继迁给还回去，难不成他们还真不打了？哼！既然诸位都对李继迁大加赞赏，那朕便见他一见。倘若真是青年才俊，倒不妨在宗室中为他择一妻子。届时他成为我们大辽的女婿，自然不能置之不理，朝中大臣便不再有理由阻拦。太后圣明。大于越，你对族中之事比较了解，可有适合婚嫁的贵族女子推荐？臣以为，北院大王耶律西底的女儿耶律典，平王家的孙女耶律丹华，还有王子让节度使耶律香的女儿耶律汀，南京统军使萧陶谷的女儿萧海兰，这些都是合适的人选。徐哥说：“哎呀，你等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怎么了？你明知道海兰是我的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提她？你的？对啊，我的心仪之人。你自己都说是你的心仪之人，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你的人呢。更何况，我怎么觉得这萧海兰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可能。那好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他可曾表示过对你的情愫啊？那倒没有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但是我非他不娶，行不行啊？婚姻大事，是你说要娶，人家就一定要嫁吗？而且在我眼里，这李继迁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谋之士。萧海兰若是嫁于他的话，又能够为我大辽节制党项，两全其美的好事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这什么歪理啊？我说不过你，反正就是不行。生气了？真生气了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为太后推荐人选，这是我职责所在。但是最终选谁不选谁，还得要看太后的旨意。你小子在太后心目中是个战功赫赫的南院大王，难道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争取不到吗？哎呀，我的大鱼月，大鱼月，
大鱼约。是啊，比我兄长还要厉害。真的好厉害，怎么每次都这么准啊？姿势好标准，怎么练的呀？是的，哇，又是真厉害！哎呀，什么时候我能像他那样？我感觉我的姿势好像……阿听，你也来啦？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宫，我当然要来啊。真的呀？可是，姑母说是找宗师的姑娘们喝茶射箭，谁不知道？实则是要选人和亲呢。若是有什么好事，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进宫跟太后喝茶？不过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愿意嫁李继迁？我怎么可能嫁给他？也对，你受太后赏识，又有血枕大王这样的契丹勇士热烈追求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谁要理他？阿婷，你都不知道，他那人多不可靠。我第一次在幽州城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到处找青楼妓馆呢。怪不得前些日子有个宗室吹嘘自己拿下了什么花魁，被路过的血枕大王听到，立即抓去军营，马上就体罚了。听说现在谁也不敢在血枕大王面前提起青楼妓馆，原来他是做给你看，显示自己洁身自好。还有这事儿，你不知道？哎，那他算是媚眼好给瞎子看啦。算了，别说他了，反正啊，他肯定就是装样子。阿婷，你可想好了，你真想嫁给那个党项人啊？他原本就有妻子，更何况你是为了国事才嫁给他，他未必能真心待你好啊。我家的事情你是知道的，我继母巴不得我嫁给他侄子，这样他便能侵占我母亲留给我的部族和产业。我父亲耳根子软，迟早会答应他。可我不甘心，现在有机会搏一搏自己的命运，我当然要试试。为李继迁选妻一事，你可有人选？朕近年来忙于政务，倒是鲜有关心那些宗室与后族的姑娘们。此事关乎慎重，不单是选个漂亮的姑娘，此人必须得有胆有识，必要时候得是能为大辽做出牺牲之人。朕必须要亲自挑选。哎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你们闻到没有？是不是奶茶糊了呀？这怎么也没人伺候呀？阿听，就是啊，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这可是太后要喝的。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阿听，还是让婢女来吧。我来吧，我在家中有时也会烹茶，况且等下人来了，这茶糊透了就不好了。下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？幸好上层胡味不重，还有的救。这怎么救啊？就是啊，对呀，给他们喝这样的奶茶，这怎么合适呢？就是，真是呢。万一太后一个就下来怎么办？把他们都盛出来是要干嘛呀？你看他想干什么呀？对啊，是要加东西吧？我可没听说过奶茶糊了怎么救啊？不知道，刚去超市啊。这是超市。阿听，你可真厉害。黄米和盐巴。那位正在沏茶的姑娘是？那是王子仗节度使耶律香大人的长女，单名一个听字。怎么平日也不曾见她来宫里请安？她是耶律香已故嫡妻的独生女儿。他爹继娶的妻子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子，所以在家里就没有人再重视他了。难怪在找不到婢女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临危不乱，有所应对。看来平日在家里也没少受苦。
看上去是个机灵孩子，只是不知道和亲的事，他是否愿意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